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肝脏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，如果肝不好，就会影响寿命。那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呢，都在伤害我们的肝脏，很多人不知道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食物吧。第一个是含盐高的食物。那生活中有很多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比如说咸菜、酱菜、烟熏食物等。如果经常吃这些食物，就会影响肝脏功能，导致肝脏受损。尤其是有肝硬化的人，更应该少吃高盐食物。第二种是油炸的食物。油炸食物是很多人都爱不释手的，但是食物经过油炸之后，不仅没有营养，还含有很多的脂肪和热量，吃太多会导致身体发胖，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严重呢就会导致肝脏疾病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三个是甜食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甜食含有很多的糖分，吃多了会造成脂肪堆积，使人发胖，导致脂肪肝出现，影响肝脏健康。所以为了肝脏健康，这类食物也要少吃。如果发现自己肝不好，就要好好的养肝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少熬夜，多运动，也可以适当的吃点养肝食物。那木子给大家推荐呢黑枸杞。黑枸杞属于中药材，营养价值很高，有滋补肝肾、养肝明目的功效，对肝脏健康有很大的益处。雌激素偏低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很多人都忽略了。表现1：皮肤越来越差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皮肤影响很大，如果雌激素分泌充足的话，那么皮肤就会非常的红润有光泽。但如果雌激素偏低，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差，出现色斑、痘痘、脸色暗淡无光，甚至长皱纹的情况。表现2：月经紊乱。如果女性月经正常，那么说明子宫和卵巢也是比较健康的，体内雌激素的分泌也是充足的。但如果月经发生紊乱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体内雌激素偏低了，最好及时调理。表现3：脾气暴躁。如果体内雌激素偏低，就会影响到女性的内分泌，这样也容易使人出现暴躁、情绪波动大，或者是经常抑郁的情况。这时也要注意补充雌激素。所以女性朋友要经常的注意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，若是出现雌激素偏低的情况，大家需要及时进行调理，不然会使人加速衰老。妇科病对女人来说是很烦人的一件事，很多女性会觉得有妇科病很丢人，所以不愿意去检查。但其实如果脸上出现3个表现，就可能是被妇科病缠上了，使用再多护肤品也没用的。出现黑眼圈。如果晚上没睡好觉，或者呢经常熬夜，会出现黑眼圈的情况，但其实还有可能和妇科病有关，主要呢是因为气血不足、气滞血瘀导致的。如果出现黑眼圈，而且呢用各种护肤品也不能够缓解，就要小心妇科疾病了。脸上长斑。很多女性脸上长斑会以为这是皮肤出现问题了，因此呢会有很多护肤品进行调理。如果得不到缓解的话，就要考虑可能是内分泌失调、雌激素水平出现异常导致的，这样很容易使女性出现妇科疾病。嘴巴周围长痘。日常生活中长痘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，如果出现嘴巴周围长痘，就要考虑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了。如果体内毒素长期堆积，很容易引起妇科疾病。上面的这3种表现，大家要引起重视。如果发现了，尽早的检查，好做调理，不要再不好意思了。很多人上厕所排便困难，肚子胀挺，每次呢蹲到腿麻，可还是拉不出来。那你这可能是便秘了。那想要缓解便秘，可以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要多运动，不要总坐着，适当的活动活动，多做些运动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对促进排便有帮助。第二个，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。那蔬菜水果中呢含有较多的水分，可以滋润肠道，对促进排便也有一定帮助。除了做好这2件事外，还有一个小方法，就是呢多喝蜂蜜水。
蜂蜜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、果糖、多种纤维素和碳水化合物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用蜂蜜泡水喝，有助润肠通便，缓解便秘。而且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跑步是一项非常锻炼身体的运动，对身体也有很多好处。但是跑步后有3个行为对健康十分不利，会让人减瘦。快看看你占了几个？跑完步后马上喝凉水。很多人运动完之后，因为出了很多汗，这时身体是极度缺水的，所以很多人为了解渴会喝大量的凉水，这样很容易刺激肠胃，引起腹胀、腹泻、胃痉挛等症状，对健康十分不利。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做。跑完步后立即停止。很多人跑完步后会马上蹲下来，或者用手支撑膝盖半蹲。如果这样立刻停止，很容易导致心脏供血量下降，不利于血压的稳定。所以大家跑完步之后，应该先做一些缓和的运动，这样慢慢的让气息变平稳，使身体放松下来。跑完步后立即洗澡。我们跑完步后，身体表面的毛孔会舒张，血液流动也会比较快。如果立即洗澡，会刺激毛孔收缩，使血液流速变慢，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建议大家跑完步后，等汗消了，然后再洗澡。哎，木子，你感冒了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哎呀，可能是最近这天气比较干燥，总感觉呼吸不畅，还老咳嗽。哎，那估计是感冒了。嘿，哎。还有可能不是感冒了哦，也可能是肺脾两虚了，也就是肺气不足、脾气不足了。不过金秋有一果可是养肺的好东西哦。说的呢就是白果了。白果也是银杏果，是名贵的药膳。那白果中含有黄酮苷、白果酸、白果酚等物质，能止咳抗菌，改善血循环，帮助养肺润肺，还能够预防血栓。可以经常用来泡水，制成糕点，煮粥吃。不过白果有小毒，吃的时候呢，记住每天不要超过5颗哦。那今天木子说的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木子昨天你说下班去拔罐，你去了吗？去了，下班就去了。最近湿气比较重，这脾胃呢也有点不好。那拔完罐咋样啊？感觉好点没？我这才拔了1次，好像没什么效果。那得再去。我再去刮刮痧吧。脾胃寒，湿气重，别光顾着拔罐刮痧呀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3种坚果：榛子。榛子中呢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，经常吃能够帮助补脾胃、排湿气，对身体有好处。腰果，那腰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，每天吃几颗也能够健脾养胃。核桃中含有很多微量元素，像脂肪酸和蛋白质，没事呢吃几颗也能够帮助改善脾胃虚寒。现在可以说呢，每家家里都有一个冰箱，虽然冰箱呢给我们提供了方便，但是也有一个弊端，那就是很多人喜欢将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直接就吃，这样可是不行。时间长了，你们知道会给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吗？当当当当，那就是伤脾胃了。如果是脾胃虚了，身上会有2个表现哦。第一个就是脸色发黄，脾同血。如果脾虚了，气血不足，就会出现脸色发黄，而且头发也总是油腻腻的。第二个就是舌苔厚腻，大家可以伸出舌头看一下，如果舌头旁边有明显的齿痕，那可能就是脾虚了。那脾胃虚可以多吃健脾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。山药中含有多种的消化酶、蛋白质、维生素等，那经常吃有促进消化、养脾胃、增气血的作用哦。山药呢还可以和红枣一起搭配，效果会更好哦。到蒲公英那真的是小时候很好的玩物了，那时候可真是遍地都是，尤其是用嘴一吹就飘得满天都是，真的是觉得好看极了。那谁能想到小时候不起眼的蒲公英可是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呢？如果能把它和一些别的食材搭配在一起，好处会更大。1. 和山楂搭配，
山楂呢含有多种有机酸和维生素 C， 有活血化瘀的作用。那蒲公英对加快血液循环也有帮助，所以它们一起搭配泡水喝，可以使血管更通畅。2. 和枸杞搭配。大家都知道枸杞呢有养肝明目的功效，而蒲公英也有养肝排毒的作用。那将它们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呀，可以帮助保护肝脏，净化血液哦。那不知道这样的搭配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木子留言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